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？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生存服务器中，玩家加入到了自己好朋友乔治的服务器。此乔治非彼乔治，朋友乔治在一片云山树林搭建了他们两个的林中小屋。玩家对住所的地理位置表示非常的满意，而这时朋友乔治却告诉了玩家，他在玩家没有加入到服务器之前，在游戏中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实体。玩家顿时有点慌张。乔治看玩家开始慌了，便赶忙说自己在开玩笑，玩家悬着的心这才放松起来。好了，老规矩，请屏幕前的各位新粉老粉动动你们尊贵且可爱的小手，长按屏幕中的点赞，给个推荐和3连吧。咱们剧情正式开始。两人一番闲扯后，生存也正式开始了。乔治出去收集铁，玩家则负责把木屋修缮完毕。可没一会儿后，玩家就收到了乔治的消息。乔治说他在附近发现了大量的羊，让玩家赶快拿着剪刀过来收集羊毛。玩家也丝毫没有犹豫，拿着剪刀就朝着朋友的位置出发了。果然走了没一会儿后，一只羊就出现在玩家前方。玩家正要靠近剪羊毛，可这只羊突然就消失了，好像钻进了草块下一样。但玩家走近看，这里并没有什么坑啊。玩家觉得很奇怪，他赶忙告诉了朋友这一异常。玩家开始怀疑是不是之前乔治开玩笑是真的。乔治本来也只是想吓吓玩家，但是这下玩家确实发现了异常现象，他也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玩家所有的真相。这个服务器内确实出现过奇怪的实体，但是乔治表示他遇到的时候，那个实体并不会攻击他，他只是会制造一些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异常现象。所以乔治让玩家不要担心。听乔治这样说，玩家也缓和了许多。但尽管乔治说没事儿，玩家也不想在外面多待1秒钟了。羊毛也没收集到，玩家赶快回木屋。没一会儿，天空就下起了大雨。乔治见玩家这么胆小，也很是无奈。这时乔治告诉玩家，有一个朋友要加入服务器和他们一起玩。玩家询问是谁，乔治说是 S-Dream。玩家一听，这不是知名 MC 主播吗？当然欢迎啊！很快 S-Dream 就被乔治邀请加入了服务器。玩家也不敢相信，坐拥上百万粉丝的知名 MC 主播能和他这种小主播一起玩。瞬间玩家什么也不担心害怕了，说着就离开了木屋。而这时乔治也回来了，可是两人迟迟不见 S-Dream 的身影。此时 S-Dream 说话了，让玩家与乔治去他的出生点找他。但是当玩家二人来到了 S-Dream 的出生点后，这里什么也没有，两人都很纳闷。接着 S-Dream 又让玩家二人回到他们的住所，把木屋的坐标发给他。玩家与乔治也很是听话，赶快回到了木屋。乔治把木屋的坐标发在了公屏上，但随即 S-Dream 又问 Y 坐标是多少。乔治和玩家更疑惑了， MC 老玩家都知道不需要知道 Y 坐标啊，乔治让 S-Dream 按照 X 和 Z 坐标就行，但是 S-Dream 一直在问乔治 Y 坐标是多少，气氛渐渐变得紧张了起来。乔治也有点不耐烦了，这时他灵机一动，既然你找不到我们俩，那你把你的坐标告诉我们，我们去找你。很快 S-Dream 就发出了他所处的坐标，玩家与乔治照着这个坐标的方向前进，两人随后来到了一个河岸边，这里也没有他的身影。就在这时 S-Dream 又说他已经到木屋了，让玩家二人赶快回去。玩家和乔治现在是彻底有点恼火了，虽然你是个大主播，但是你也不能这样耍人吧。两人尽管心里是这样想的，但是为了面子也忍了。两人很快就再次回到了木屋，但不出玩家所料，木屋还是没有 S-Dream 的身影。两人又上到了屋顶，也没有。就在这时，游戏内的天色突然就黑了起来，这并不是游戏内的自然昼夜更替，这肯定是有人控制游戏天气。玩家开始怀疑这个大主播会不会是个黑客，故意来整他们的。正当两人准备问候这个 S-Dream 时，他又说话，他说他现在在木屋旁边的隧道中，前面是跟玩家和乔治开了个小玩笑，让玩家二人不要介意。玩家与乔治是又愤怒又无奈，决定再相信他一次。两人很快便又来到了他说的地方。前不高能预警，请屏幕前的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我真牛，激活弹幕护体。很显然两人再次被耍了，这次乔治决定不管这个 S-Dream 再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了。他警告 S-Dream 如果再开玩笑就绝交。说完，乔治与玩家回到了木屋，刚回来 S-Dream 就在屋内。随着他转过身来，乔治意识到这不是 S-Dream， 玩家也意识到情况不妙，二人扭头就打算离开。可此时屋外红色铁傀儡带着他的好伙伴们已经来到了玩家的木屋前。玩家一看，好家伙，这不是之前跟过的那些奇怪实体吗？玩家做梦也没想到这次能同时遇到他们。没办法，玩家与乔治只能再次开心的嗝屁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那啥，都看到这儿了，还没有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加收藏的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？麻烦这次一定好吗？